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林正宇议员、谢龙介委员、尹乃菁副主委。赖清德宣布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他之前已经成立两个组了，还是委员会哈，现在再成立一个经济战略指导小组，亲自领军，要推动台湾经济发展。那到底是不是架空行政院，还是以后到底他谁指挥谁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今天公布的关税啊，跟美国哈，其实要放在一起看啦。上一次就是关税从25%降到15%，然后呢，这个232条款用最惠国待遇，就是不比人家多啊，跟人家差不多，但多少还没定。另外就是答应这个台积电呢到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另外呢，政府担保这个金融机构去担保信用保证。给其他的行业去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那个才是主要的啦。然后那接下来才是说到底其他的哪些开放，哪些不开放那今天公布了其他的，说呢苏美平均关税降到12.33%，什么意思？就是15%了。但是因为有些东西美国本来就是免税的所以呢加在一起说我们是12.33%赖清德说呢，这是台湾经济跟产业迎风而起的关键时刻，你们自立自强啦。第一个能够外销赶快外销，第二个呢，很多进来台湾是零关税的，好汽车业等等，我们要自己站起来了，否则不能再靠关税保护了那立法院他们警告，不能审太久审太久会调到32%郑丽君说没有办法代表美方回答，有人问郑丽君是不是这样呢那另外呢，这个取消美规的小客车进口的数量，因为原来是用美规，那我们基本上进口是采欧规。所以很多美规车是不合欧规的这个标准的，所以不能进来。现在又放宽了，美规也可以进来了那另外呢，小客车关税是0小货车它现在有好几个叫降到特定关税，特定关税什么意思呢？1也是特定关税10也是特定关税50也是特定关税不讲，到底是还没有谈，还是不告诉我们？现在不知道，这好几个是特定关税那粮食稻米、鸡肉。27项没有不降税美猪美牛美猪3年里面降到6.3%到10%那猪身上有不同的部位了牛开放内脏、绞肉那敏感的部位是不开放的，脊髓骨头，譬如说眼睛啦、牛脑啦等等之类的有些不开放然后呢，原产地还是可以标示的，那莱克多巴胺标准不变。那其他呢？鸭肉、鹅肉、葡萄、这个橘子等等干了，降到特定税率一般好像有的是10%了那另外呢，这个有1482项农产品零关税，不要项目很多那另外呢，小客车降到0，货车还是有关税，但是多少也没讲，特定关税。保健食品30%降到10%。然后呢，美国这个来要进口的药材、医材、药品要加速，不能拖太慢了那另外呢，从2025到2029要采购液化天然气跟原油444亿，电力252亿，民航机150亿，加起来将近900亿那这是一些比较细的，但是真的细实在很多了因为差不多等于99%的关税壁垒都拿掉了非关税壁垒是另外的美国贸易代表说，这样可以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因为签订了这个协议那经济部说呢，对 GDP、就业、产值都有利这个都有利我是怀疑了，怎么会都有利呢对有些可能有利，比如消费者买车可能便宜一点，这是有利的但是对相关汽车跟零件相关的30万的就业人员，那当然是不利的所以看有利有不利。当然，在美国川普的压力之下，当然你也不能不让步了。看到底让到什么地步？我们看一下，总统府将成立国家经济战略指导小组，
由本人担任召集人。赖总统笑容满面宣布台美关税好消息，确定降到15%且不叠加。我们输美平均关税经过2个阶段的谈判，减少了23.45个百分点，换算平均关税12.33%。因为美国农产品从龙虾、樱桃、坚果等1482项目降到零关税，输美2072项目产品豁免对等关税，农产品从蝴蝶兰、茶叶、凤梨都在内。至于美猪进口关税第3年调降到一半，美牛关税也取消，开放绞肉及部分内脏。法条里面所指涉的每一项是都可以进来的。为了维护国民健康，我们维持4大不变。老沈怎么看？我觉得终于见公婆了哈。那当然，美台的这一波的贸易战，主戏是在这个对应关税叠加不叠加，还有这个台积电，还有2500再加2500信用保证的那个大投资，这个是主戏。那今天公布的就是零零碎碎传统产业。牵涉到比较多项，所以政府对这个其实是很紧张，因为这个如果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不赞成，那这个通通民间的反弹通通起来了，像印度3亿人，全国3亿劳工的这个大游行走上街头，这你吃不完都是走的，所以相形之下，我觉得台湾的执政党政府是过了这个想象中非常波涛万状、非常可怕的这个坎啊，他过得其实还蛮顺利的。何以见得呢？我觉得今天有全国8大工商团体的集体反应，他们的反应很简单，第一个就赶快通过啊，不要拖拖拉拉，国会不要拖拉，免得重蹈韩国的覆辙，就老美不爽，连这个15%也都撤销了。现在工商团体似乎最喜欢的就是这个15%。那第二点呢，他们就呼吁政府，准备的钱呐，要真的说到做到啊！这一次就受到这个伤害的这些产业，你钱一定要给，给得快，给得到位。由这2点工商团体的要求，显然政府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主戏啊，这个在老美的眼中，这个15%是跟韩国、跟日本一样哦。我们要求的也就是对等，对等，你既然没有输给他们2个国家，我们没什么话讲。那吃亏做不下去的，大家要更加努力但是现在就是那些大笔的老美看起来很重要的，就说是5000亿的投资，还有不是还有数目高达3兆的对美采购吗？对不对？就是那个能源啊，那个对这些工商团体背后所代表的产业，其实影响不大这个不是他们的钱而且你赚了人家那么多钱，这个钱就好像当年我们常常派江炳坤去美国采购农产品一样。虽然美国的农产品没有什么好买的就买能源也应该啦，因为我们这些赚钱的电子业用的能源非常的多，所以去买能源提供给这些赚钱的，我觉得刚好也完成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回馈。所以通通讲起来，你再怎么讲，这是川普逼出来的所以在这样逼出来的情况之下，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但是在不平等条约有这样的成果，其实算是不错的。来，龙姐兄，这个才心虚李高梅跟他要过年过年后就10天10天以后再来讨论了。讨价切嘴，胃拢油切到清气。开大门走大路，刚刚大佬讲得很好，在川普的压力全世界各国都面临了那当然工商团体5000亿也不是他的钱他在重点是他出口他有多少毛利，15%我还有一点点利润，可是有多少传产制造业，这15%是吃掉他所有利润，这后面的冲击还没出来。来，再来，你付出了多少？你给了多少？来，普德、梨桃柑桔柳丁，这拢入来过来牛年，阮台南肉农偌济
所有的乳制品对吧？1公斤个减税减15块啦，好，本来的大概做歹做啊，那他们是大规模养殖啊，所以它的成本低啊。那这些酪农，你说这些小农，为什么2代不接了，3代不接了？为什么？因为很辛苦，哦，然后现在政府只要一开放，他们更辛苦。那这些冲击怎么样？各位不要小看了，你到台南过年了，大家来吃牛肉汤啊，今麦过来了就无牛肉汤人吃啊。你不相信啊？你吃的温体牛啊，绝大多数就是乳牛，刚也刚淘汰的母牛，就是说你产乳率不够的，伊的变这个肉牛，他会再买新的乳牛来啊。那当乳制品下降那么多，当然这些冲击都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可政府有提前告诉我们，你一路就是黑箱嘛，一路盖牌。好，今天签了，反正今天下班了以后，我们现在录影就是礼拜5啊，明天开始假期了。那到大年初6上班，大家来讨论了，到底存什么？所有的冲击，再来就是食安的问题啊。那这些肉品跟开放以后，各位不要看啊，这都有，本来就有啊。可是本来有，你知道，本来我们进口的，比如说莱猪的额度，配额的额度，我们没有买足那这个合约里面有没有叫你要按照配额要买足，进口量要足？对不对？更惨呢，都没有讲，都盖牌，你就叫国会要通过。国会被让他通过了，文本都还没有送来啊，一定要通过，不会安那都安那。他在恐吓你，我们没有看到政府站出来说，大哥，我们是同个联盟的阵线的，我看鬼是不是可以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包括军购也好，包括关税也好，不啊？那我们知道全世界都面临川普的压力啊。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到大陆去？加拿大总理、英国总理、德国总理、法国总统、韩国的总统，为什么大家要去？他只是买一个小保险，回头再跟川普多要一点点空间。那我们既然西边大陆我们不交流啊，也不跟你谈，也不想拿到你的好处。所以你就变成这样束手无策，目睭金金人上中啊，就顾在美国啊，要摕，随在你摕偌济拢马紧啊。今天就因为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刚刚大佬也讲了，是不平等的待遇啊。那不平等待遇，咱大家吞啊。可是吞，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代价？5000亿的美金无打紧，还搁买一条2000几亿的gasoline刷了军购还要另外算呢。然后这一些军购以外的这些3500亿清单以外的军购，还加上大概6000亿的这些商购买军火的，也不能抵你的贸易逆差。那你是因为贸易逆差到这个标准，你才课我关税，我今天才要跟你谈嘛。那对我有利的一项都不能提出来当证据，当谈判的筹码，所以等于没有谈。这一次最完美的就是完全不谈，全盘照单接受，然后拿回来叫我们吞。我也考虑想吞了，那就这些国会议员写了很多信来，不要说只针对军购，你就写给2300万人的公开信，叫他们要不要吞嘛？好吧，第一个时间了哈，而且很巧妙，就在明天要开始放连续假，好不好？这不9天吧，9天的假，这个时候。可你怎么办？明天开始政论节目也没有了，都没有了，报纸也不送到家里了。你们讨论谁啊？谁骂？选在今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8大工商团体当然支持嘛，他敢不支持吗？他敢跟政府唱反调吗？很多政策都要政府支持啊，政府在后面就你们都要出来，他们敢不支持？那当然，他们说，哎呀，15%很好，15%好什么？是因为原来跟你搞的什么32%、25%、15%才好嘛？这川普谈判的技巧先给你调一下，然后说，哎，我给你降低一点，否则我就跟你回到那边。我就说还好，感恩戴德，对吧？就这个东西卖多少钱呢？3万，怎么那么贵？
好了，1万了，哦，好占了便宜了，原来可能只有2000了。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台美签署这个贸易协定哈，那说对等，其实根本不对等，乱扯，这叫做对等。到美国去投资5000亿美元，美国要来台湾投资5000亿美元吗？小客车零关税，但是货车不一定啊，还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啊。进口数量限制，因为美规啊，原来我们台湾是欧规，所以美规车进口很少，将来也不限制美规了，美规可以进来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美规被限制了18年，哦，原来汽车关税17.5，美国现在到0了哈。那国产车怎么办啊？国产车一年大概生产21万辆，占国内所有卖车的51%，算一半好了啦啊。郑丽君说，生效6个月就要完成监管对接机制啊。那国内怎么办呢？专款帮助国产车，看看能不能升级哈。那汽车劳工有30万哦，牵涉到哈。劳动部说呢，他们有4大支持哦，然后另外有2个产业呢不能够招募移工哦，为什么呢？这个他们支持货物税也减征，因为现在除了汽车以外，货物税也很高啊，20%上下哦，25最高哈，那应该减征哦。另外呢，政府是要给30亿来帮助产业升级，30亿是在杯水车薪了哈。然后另外呢，希望劳方、资方。哦，还有这个社会各方面大家来对话啊。那另外呢，说呢，希望能够加强支持劳工，所以劳工只希望不要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哈。那另外呢，国泰的这个林启超专家是说，美制车零关税2个影响了哦。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说担心这汽车产业嘛，超过20万辆受到什么影响？那所谓这是负的，正的是说对消费者当然比较好了。哦，那既然这样的关税，消费者要不能够这么按杠啊！哦，是现在这个也涨价，那个也涨价，弄了个半天不降价，就消费者一定要全额反应，不全额反应，我们在节目就骂你，点名出来骂你。对，哦，好，那么全产总说要赶快评估哪些工作会消失，到底啊，汽车零件等等有些工作可能没有了哈。那经济部说没有退路了，台湾只有背水一战了。哦，就算冲击国产车也没办法了。哦，那另外呢，这个。专家是担心，像美国的关税会不会到其他国家也偷偷从美国再卖到台湾来？也不是没有，像当时大陆被限制，那从越南、从其他地方卖到美国去哈，这个赚的钱比以前还更多。我们看一下。台美正式完成对等贸易协定签署，未来对等关税将降至15%，而且不再叠加原有税率。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美制小客车确定降为零关税，同时取消进口数量限制。不过政府强调，美规车进口仍需符合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并向交通部申请安全审验合格证书，同时向经济部、环境部申请耗能、污染及噪音等3项合格证明，经查验通过之后才能上市。而行政院也指出，台湾也将建立美规车后市场稽核监督管理体系，针对车辆安全法规符合性及检测认证对接等事项，区域协定生效6个月内完成。好，来这个发言人怎么看？吴峥？我想分几个层面了。一个事情是说，我想对国人来说，感受最直接当然是一些消费品项了。所以像刚刚讲到的，美制的汽车，除了美制的品牌 Tesla 这个福特啦，那一些你说欧洲车宾士、BMW 在美国的厂搞不好也有可能降价，这大家现在关注的。那另外像是这个一些跟大家生活比较有关的，就保健食品啦，30%降到10%。那美国来的龙虾啦、樱桃这些，大概现在也会降税。我想这跟大家生活比较有关联的。那讲回来，我觉得。一个大前提，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先确认啦。那其实刚刚大家有讲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会说，那以前如何啊？以前没有降税，现在降税。可是其实大家都讲到嘛，重点是说现在整个全球局势其实是不同的嘛，所以包含说连英国让美国来赚钱的国家，川普都给他课10%。所以在这个全球去年4月发起的关税战的海啸当中，那我们应该来看台湾到底现在这关税谈得好不好？是在我们不单是跟我们过去比也要跟所有其他国家争取到条件比，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波变局当中卡到一个好的位置。那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次关税其实政府谈的是相当好，因为包含大家之前很关注的半导体电子业，已经这个是确认豁免了嘛。那其实
实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很关注传产的这些工具机啦、精密机械啦、水五金啦。其实今天这些9大工具机的工会，他们也有出来发声了，就是15%封顶，而且不叠加，他们也认为这是对他们来说发展很有利的，因为事实上去缩小了过去跟日韩之间的差距。那当然，那除了工业之外，其实我们农业有一些受惠啊，因为像是我们输美的这个蝴蝶兰。然后茶叶，现在我们去美国也不用关税了，所以其实不只是电子业，也不只是工业，甚至连我们一部分的农业都有受惠。那当然，美国对我们开放市场，那我们市场也有面临开放的地方。但是这是我特别认为这次政府谈的一个好的地方，就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包含越南是完全开放他们国内市场。那日本一些他们之前被视为核心，他们想要守的石破，一直说稻米我绝对不开放，可是最后日本的米也没有守住。可是我们在米的这一块，其实政府是把它守下来了。那包含米、包含大蒜、包含红豆，其实这个部分都是没有对美国做额外开放的。那当然还有，那另外也有一些刚刚包含委员有提到，例如说乳制品。例如说汽车，这确实是我们开放的。那我想一层一层来了，那确实我们也有相对应，因为我们讲究贸易对等嘛，我们也有开放的地方。那这部分政府就是要提供一些后续的辅导协助了。所以像今天的乳制品协会的，我看到理事长也有出来讲话，就是说，那已经有跟政府来讨论，政府也会去确保说区隔说以后只有国产的乳制品可以讲鲜乳。进来的不管是纽西兰或美国进来的牛乳，那就叫牛乳。好，那这样去做一个市场上的区隔。所以我想，政府包含说对我们厂商出口这种的好的条件，包括我们国内的厂商，那如果开放市场了，也有去提供它相应的这一些辅导跟改善措施。那总体而言，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谈判结果出来，对日本、韩国或者是越南其他国家看到我们谈判结果，其实他们会觉得说，蛮羡慕台湾谈得蛮好。郑宇。我觉得首先当然，我觉得发言人在执政党的立场，他当然就是非常的欣喜若狂，觉得我们谈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台湾外汇存底到现在目前2025年底是6000亿美元。但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另外投资了5000亿美元，基本上这是不是一个掏空国力？我觉得真的不要丧事喜办。当然，我还是要说啦，回归到一个原点，至少所有的中小企业，至少大家终于。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拍板定案了。他们不用再去担心害怕到底有什么不确定性了。这才是现在你们要去好好的来去跟所有的中小企业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给你们配套，而不是说现在我们这边都谈好了，我们对等有相对的开放，我们市场也打开了，我们可以外销出去。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家现在的国力正在一步步的被撕解当中。我们现在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不管是弱农业或是各种产业，或者是说茶叶，我们的量足以支应吗？这个才是你们现在要去担心讨论的地方。你没有去想到这些，就说我们也可以出口啊。请问一下，我们有符合他们相关的检验吗？政府有没有支持这些相关的检验，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第一时间可以出口？我觉得这才是赖政府要好好去思考的地方。当然了，我还是要说，我们的外汇存底6000亿之余，我们现在企业支持2500亿，国家支持2500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换到的是什么？现在刚刚这一段我们讲到的是说，我们的汽车全面开放，小客车降为0关税。大家要知道以前的每一款进口车是有75辆车的上限，但是现在连车辆的上限全面都取消了。我想请问一下，2030年后我们的国产车还存在吗？我们国产车还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立足吗？这个才是现在我们赖政府没有去好好来跟我们所有中小企业以及所有汽车相关产业以及零件所有的厂商来去交代的，这是我们要很担心的一件事。这主要有几个关键哈，第一个除了刚才大佬还有这个真宇都提到的哈，就是我们在半导体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呢，2500亿加2500亿美元。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汽车呢，它当然都是零关税的情形之下，它的影响呢，绝对是不只像龚明鑫所说，什么只占1%，因为你对于零组件部分的这个产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还有一个扩大的一个效应，就在于是当我们今天跟美国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税谈判协议之后，很多关税都降到0的时候，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会进一步对我们要求？然后我们在加入这个 CPTPP 的谈判里面，其他的国家也会对我们来要求台湾的这个产业呢，到底承受得起承受不起啊？我们在这个未来4年之内呢，要对于美国呢投资的高达呢，其实是4兆美元
3兆美元啊，包括天然气啊，这些的采购之外，天然气、民用航空器发动机的采购之外啊，这边是3兆美元。另外呢，再加上呢，大家可能有一点点忽略啊，在这个文本里面呢，竟然有夹了一句说，我们的年度国防预算编列必须高于我们的国内生产毛额的3%呢。我觉得在一个经贸的谈判的协议的文本里面呢，手伸的这么长，然后管得这么的宽，把我们的国防预算的这个编列呢，都明定在条文里面。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呢，真的是非常的欺负人啊！对，非常的欺负人啊！它的顺差、逆差不包括军购了。对，军购不算，对，非常的欺负人。可是他就把文本里面呢，就把它含在里面，但是他这个里面是说高于3%哦，赖清德之前是5%，5%。如果说这个3兆台币加上赖清德所说的占 GDP 的5%，就是新台币呢1.4兆台币，再加上5000亿美金啊，再加整个加起来的话，等于我们要对于美国投资高达20.4兆台币耶。等于我们差不多7年的中央政府20.4兆台币耶，美国是再次伟大了，美国是再次赚饱了，那台湾呢？台湾是被掏空了。接下来再回来。